沈彦州妄议严正，削官抄家，沈氏全族流放盐山县，3日启程，5年不得返京。可是那个遍地毒井的盐山县，正是。我这个食品研发工程师总算有用武之地了。有了好盐，先炖一锅真正入味的肘子，酱肉、腊肠、泡菜全都能做，腐乳、豆豉、火锅也都有了。大小姐，您是不是饿了？是有一点。可那是流放地，遍地都是毒水。听起来原料很丰富，那里穷的连盐都吃不起，说明大家都想要，市场很大。那不是很惨吗？换个角度，这叫一片尚未开发的大蓝海，这哪里是惩罚，这分明是朝廷精准投放人才，顺便实现调味自由。罪臣沈彦州谢主隆恩。谢主隆恩。糟糕，情绪管理失败。太后准老夫人留京，并可留一名孙女照顾。明柔愿意留京，日日陪伴祖母。二妹说的对，我支持她留京。愿天堂没有水煮白菜，这是我的核心生产设备，没有它，咱们吃不吃饭？粮食解决生存，辣椒维护精神状态。奴婢现在觉得您比辣椒更吓人。职位到了盐县，别碰那里的井。井水真有毒？3年前死了17名警工，官府只报11人，会吃人。水不会吃人，会吃人的是守井边的人。这趟流放还是个高危创业项目。流放途中不得携带无用之物。你可以说我没用，但不能说我的锅没用。大小姐，您别顶撞官爷。他拿的不是锅，是全家的生命线。生命线是什么线？箱子里有吗？代沟有时不是年龄，是朝代。官爷，3000里路总要停下吃饭。官府自会发狗粮，可硬粮配有人吃坏肚子，对，是不是得停？真死了人还得另报文书。锅能把硬粮煮热，少病一个就少停一次，少写一份文书，这才叫降低押送风险。锅可以带，若耽误赶路，我先砸锅，再罚你。设备保住了，甲方脾气差，但能沟通。大小姐，韩校尉姓韩，不姓贾。原地歇脚，发丑粮。这饼比我爹的脾气还硬，牙差点由地共伤。等等，野葱，接个火。沈姐姐，水。一个合格的厨子要给食客留足体面。热汤下肚，人总算缓过来了。同样使用硬饼，怎么这样煮便容易入口？碳水吸水糊化，吃饱后才有力气继续流放。尚可，再来一碗。我负责改善伙食，尽量不让人病倒。沈家多休半个时辰，我爹夜里谢一遍木架。你在与我讲条件？我娘少和受罪，你少写死人文书。流放之人还有什么光明未来？没有未来，那就先温饱，再谈诗和远方。掌柜，再添一勺吧。少2文钱，还想买盐？这种盐验收不过，却卖出天价。爹，冷静。咱们现在是流放犯，不是正义联盟，就是一群特别爱管闲事，还很容易把房子打塌的人。又咸又苦，还有矿石涩味，不是不能吃，是做的太粗糙。不是没盐，是有人把盐做成吃人的生意。队伍临时改道，穿越枯骨岭。他们要我们到盐山县之前全员下线。大小姐，这地方好吓人。别怕，高危地图通常容易触发隐藏剧情。都闭嘴，小心脚下！散开！娘，低头！我的锅！我娘有你们扶着，可她只有我，还指望她到盐城县开灶呢。项目还没开工，生产线先报废，不是义务定点清除。人刚走，马长也是新钉的。方家的商号印记到了盐山县，不许靠近盐井。方家是西南最大的盐商，从井里挖出到百姓吃尽，每一文钱都经过他们，全产业链通吃。企业宣传片和用户真实评价严重不符，就是把自己没做过的好事刻在石头上。有院子，有水缸，还有能修的土灶，改造空间巨大。后面有口黑井，毒死过10余名警工，不可接近，更不可取水。我对毒井没有任何兴趣，我确实对毒井没有兴趣，我只是对井里的卤水非常有兴趣。耐盐植物
井盐还有盐霜。你是说我不是来喝水？我想知道它为什么害死人。密度很高，含盐量绝对不低，粗铝结晶，有盐，而且不少。别人看见毒井，我看见天然原料库。你从哪里弄来的？黑井。扔掉！那不是盐，是催命符。3年前，你们是不是也炼出过这种白色晶体？3年前，我们17个人炼出了第1锅白盐。第2天，方家封了井。第3天，活着的人只剩下我。项目还没启动，就升级成刑事案件，18条人命起步，地狱难度。扔掉，立刻扔掉。先弄清它有没有毒，再决定能不能吃。3年前17条人命还不够清楚？他们都是喝井水死的。井是谁送了什么症状手里的？不是井水，是方家送来的庆功黑井。那17个人就不是被井害死的。想活命就当没看见。盐是一切美食的底层逻辑，没有盐，豆腐就是块白色砖头。豆腐。只是一锅，不成就立刻停手。知尉，你在做什么？这是黑井水。娘，项目已经试验阶段，现在叫停，前期投入全打水漂了。夫人，大小姐的意思是锅已经烧上了，她不愿意停。她那些怪话，你竟然听懂了？我早说过，黑井炼不出盐。这不是炼不出，是产品测试失败，失败代表还有下一版。大小姐，水里长棉花了，那叫沉淀，杂质被分出来了。还是苦，真的成了。大小姐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有。哪里不舒服？太好吃了，我后悔为什么只腌了1块萝卜。不是井害死他们，我们当年炼出的真的是盐。当年这项技术还有知道？方家，他们拿走了试盐记录。他们知道黑井能出白盐，却把它封成毒井，人为制造稀缺。要做大，得修盐灶、找柴火、输井脉，还得组团队。快跑！县衙稽查私盐。知尉，快把盐倒了，让他们发现就说不清了。3锅卤水，忙了一上午，要我扔。沈家最下罪，竟敢私煮官盐，砸锅拿人。有话好说，锅不能再砸了。肘子掉地我能忍，铁锅砸扁我也能忍，但浪费食物和盐，碰到我的职业底线了，你完了。我完了？哈哈，你一个流放犯也敢威胁我？这笔账今天必须有人报销。你说什么？3桶卤水，半捆柴，1把草木灰，1只陶瓷，还有我的人工成本。人工成本又是什么？就是我忙了一上午，不能白忙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大小姐忙了很久，好不容易才做出。私煮毒盐，人赃并获，把他拿下。且慢，撕开官井贩卖私盐，才可定罪。你可有证据证明他卖过1粒盐？锅中白盐就是证据。这是试验样品，尚未进入销售环节，不构成商品。他的意思是，这盐没卖。都住手！谁报的官？沈家私煮官盐，证据确凿。我申请现场复原，再煮1锅，当场证明。你还敢煮？你们说那是毒水，我却能炼出白盐，现场一试，便知谁在说谎。味道如何？新盐咸味干净，方家盐除了咸，还有苦涩和泥腥味。百姓买1斤盐，至少2成是泥沙和杂质。即便无毒，这也是私盐。他的意思是，百姓做饭难道也要方家准许？但未取得盐引前，不得公开售卖，也不得大规模开采黑井。年轻人有本事是好事，可本事太大，命太小，未必装得下。多谢提醒，方家的售后服务确实挺到位。哼，爹，我知道错了。错在何处？错在没有提前准备应急预案。什么预案？就是下次盐丁再来，我得先把盐藏好。技术只是入场券，真正难的是规则、钱和人。暂时还不知道，不过对方主动发出项目邀请，我们不接，显得多没礼貌。你想明白了，黑井之事到此为止。想明白了，不能卖盐，那就卖烧饼。人家都要杀咱们了，您还想着吃？这不是普通的吃，这是战略转型。盐不能卖，用盐做的饼就能卖。进的是私售原盐，又没允止百姓用盐做饭。你这是钻律法的空子。好吧，就是钻空子。没人能拒绝碳水、油脂和盐的3重暴击。你是怕这锅盔里的盐有毒？昨天的萝卜我吃了，现在还活着，精神状态也很好。这话不一定。嘴上抗拒，胃里诚实。卖不动就先不卖，
切一个，免费给大家尝。东西白送，咱们还怎么赚钱？先让他们尝到，再让他们愿意掏钱。味道也就一般。2个3文，第一次来，少收你1文。给我2个，明日何时出摊？这不是钱，是市场反馈。项目终于从0到1了。1斤粗面10文，芝麻油柴火再算5文，卖的虽快，利润也不过6，盐没有苦味。宋九娘，3年前我丈夫死在黑井里，你的盐是不是从黑井炼出来的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入股。入股是要搁哪里？不是割肉，他想和我们一起做生意。这是方家给的10两安葬银，我不信你，但我想赌那口井没有杀人。有灶，有嵌道，有晒池，这不是废墟，是县城生产基地。我男人已经把命赔进去了，现在轮到方家还账。17人，官府却只承认11人。有人带着样盐离开盐山县，准备进京告发。京城从未收到，那个人要么死在路上，要么还活着。送样盐的人叫赵安，是我丈夫的结义兄弟。赵安不会逃，他说过也要爬，就算爬京城告御状。既然找到了名单和记录，为什么不能立刻公开？只有一页记录，样盐放调水岛，再逼样用，他们还能反咬我们伪造证据，畏罪纵火。大小姐的意思是，现在公开证据救不了咱们，反而会害死咱们。老板没钱，员工没经验，竞争对手还想让全员下线，标准地狱开局。区域只做一件事，流程写下来，换个人也能照着做。那便写清楚些，别让这些孩子学差了。若3年前也有这样的盐。娘，肉原来不是苦的。一间卖饼卖豆腐的小铺也敢谈清白？小本生意，主打企业文化，放东家是消费来偷师。这一锭银子买你的配方，配方不卖，我不和没有售后道德的人合作。昨日有人射箭警告你，今日你仍敢开放，勇气可嘉。连伪装都懒得做，垄断企业公关翻车。大家的烟才有毒。沈之妙，你用毒井盐害人，今日还有蛇话说。东西好不代表命也好。不是盐，是巴豆，剂量也不致命，不是投毒，是专业碰瓷。你们请人演戏之前都不做岗前培训吗？别演了，巴豆还没让你脱水，你先把腰闪。大小姐，她是不是装病？恭喜你，已经能独立完成案情分析了。今日所有试吃与购买者都登记在册，此人从未买过青白坊任何吃食。方家钱庄每日流出的银子成百上千，凭一锭银子也想污蔑我，希望以后每次都这么好运。谣言不会因为真相出现就立刻消失，接下来是信任战争。你还有心思做饭？越是危机，越要先稳住团队，空着肚子容易做出不理智决定。九娘，大小姐让您吃饱再去打人。听说这里招账房，管饭吗？会算账，会查假账，会做假账，会做，也会找。怎么称呼？家中排行第7，从哪里来？裴妻，名字随口取的，至于从哪里来，记不清了。姓名是假的，来历是假的，会握笔，也会握刀，还刚从县衙后院出来。名字和来历都是假的，鞋底还沾着县衙红泥。你不是来应聘，是来查人的。你被录用了，有问题才有价值，也方便我把你放在眼皮底下。还有吗？裴先生，您不是账房吗？怎么比警工吃的还多？做账费脑也费饭。大小姐，会不会是来骗饭的？先试用，管吃管住，账做得好再正式留下。试用是什么意思？这还不信你是白用几天。严狱司之命，查封锅灶，没收盐货与账本。昨日才查过，今日来，你们凭什么封坊？既然奉命查封，把公文给我看看，为何不查？这人也配查财？青白坊账房公文若是真的，卖的是吃食，少1斤私受原罪，1斤不少，请赔停工损失。账能护你一时，没有柴粮，我看你们怎么开灶？柴买不到，粮价翻了1倍多，连车夫都不接咱们的货。查封失败，他们就改成封锁供应链，就是断了咱们的柴粮，剩下这些只够烧2天。木柴之外，盐坊还有什么能烧？单独烧不行，就混在一起压实。我们换燃料，这些东西火力弱，烟又大，真能烧盐灶？不知道，先调整比例，再改灶膛试火。连不成都不知道，你还敢试？研发没有100%成功，现在不是2天后只能停灶。就是反正要停，不如先烧一块看看。这就是你说的先烧一块？满院都是烟，还只是小问题。盐坊炸了才算大问题。烟压住了，火也够，这个办法能用。同一批豆渣，你分成3份做什么？1份做燃料，1份烙饼，1份发酵成饲料，连奸淫剩下的苦乳也能拿来点豆腐。一锅卤水，先出盐再点豆腐，废料还能烧火卖钱。别人想着怎么卖货，你连废物都不肯放过。穷人创业，连垃圾桶都得有绩效。方家想断供，反而逼我们把废料都变成生意。青白坊查的怎么样？黑井能出盐，账也是真的。沈家救盐狱还没找到，盐引若找不到，沈家怎么办？盐引不能落入方家，必要时沈家可以舍弃。他不是方家的人，可我们也是随时能舍弃的项目。沈姑娘，你为什么跟着我？账房半夜翻木匣，出城密会，我当然要查岗。你听到了多少？你不是账房，背后有主上，
必要时还要舍弃沈家。知道这些，对你没有好处。先别争了。方家让县衙3日后拍卖黑井，方家买通了几户遗属，井权一到手，旧证据就能合法销毁。全部家底63两，还差937两。看清楚了吗？1000两，你还要争黑井？当然争，钱不够就去找有钱的人。你们主上有钱吗？你想向主上厅要钱，凭什么？不是要钱，是融资，请他一起做一笔可能掉脑袋的大生意。融资？你想找主上借1000两？不是借，是请他投资盐商县未来最大的民生项目。说人话。给钱，失败血本无归，成功可能富可敌国。听起来和赌房有什么区别？一个有钱人不敢投，那就找一成人一起投。3日后，方家拍卖黑井，井一丢，记录、尸骨和井刀都可能被毁。1000两，我们怎么拿？众筹，就是大家一起凑钱。百姓先买盐票，等我们拿到合法盐引，再按月换盐，也能参与分红。你连卖盐资格都没有，凭什么先收百姓的钱？若失败呢？失败我有技术，有双手，实在不行，给全县做一辈子饭。别人都说能赚多少，你怎么净写可能赔钱？因为钱是你们的，风险不说清楚就收钱，和骗有什么区别？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卷钱跑了。一个人都不买，明天还摆吗？摆，信任不是喊一次就能买到的。这是我男人的安葬银，我买10张，可能1文都拿不回来，你还买？钱本来就是方家赔的，拿它买回黑井，值。屋子压上，我也买。可以，半张也算。光靠盐票不够，我找到另一条前路。守备营缺军盐，拿到市公文书就能用订单向钱庄借款。他们凭什么给青白坊机会？你觉得呢？凭这个，让他们自己尝。15日内交500斤军盐，合格我给文书。若15日交不出呢？延误迟销按军法处置。不是一个高危项目，是项目套项目，风险叠风险。800两可以借，15日后按契约归还。黑井井权底价1000两，1000两，1100两。再跟，连军盐生产的钱都没有了。沈姑娘终于知道怕了。不是怕，黑井一半属于井公后人，县衙无权拍卖整口井。这些地契都是真的，黑井从来不全属于方家。井权归属未清，今日拍卖暂停。你从一开始就没准备花钱买整口井。竞价只是拖时间，真正能拦拍卖的是产权。沈姑娘，井没买成，借款契约仍然有效。若军盐失败，连百姓交来的钱和弃之物也全归钱庄。契约如此，钱庄只按白纸黑字办事。他们从没打算让我买井，他们要我背上军盐和债务。他们真正想拿走的是青白坊，也是全城刚交给我的信任。大小姐，这就是倒计时。对，倒完之前交出500斤军盐，大家分钱。失败呢？大家分开逃命。卤水变淡了，不是产量，是水源。不是枯井，有人堵了山背暗渠。他们不必砸锅，掐断水源，青白坊会自己渴死。14也不行，你太小，不能下井。未成年人不能参加高危作业。他说他不会写作业。声响3下，我立刻拉人。不是3年前砌的，最多几日。方家刚堵的，拆墙。6具，正是官府未公布的死者。要塌了，快走！别管我，再不走都得埋在这儿。别硬拉，压住的是支点。陪账房，塌方救援也要学。账房竞争激烈。水回来了，盐怎么结不出来？方家到了苦乳，普通工具不能用，纯盐做军盐，中等盐腌肉，苦乳点豆腐制卤碱。
460斤，还差40斤，只剩1天。卖了金簪，去外县买40斤。不用卖，这里有40斤。哪里来的？祖传。你祖上是言贯成精，来源可疑，但时间不够查了。竹香称重，验色验味，460斤全部合格。最后40斤也是青白坊的，由青白坊交付，我们负责。青白坊私藏毒粉，毒害军士，人证物证俱全。沈姑娘，这次拿什么证明清白？40斤盐从哪儿来？木箱是谁装的？别碰木箱。毒粉在夹层，却没沾盐，有人动过箱子。封货封人，查清前谁也不得离营。身份造假还不算，如今把青白王送进刑案。毒粉藏在夹层，军士当场倒下，人赃并获，还不拿下？盐还没验，不能只凭一包毒粉定罪。军士已倒，你们怎么查？当然用事实查，先查人，再查盐。呼吸、瞳孔正常，指甲未黑，不是烈毒。他们喝了致昏药，不是盐毒。毒粉未沾银，是后塞进夹层的。说是后来塞的，凭什么？凭这箱盐还能正常点出豆腐。查毒与豆腐有什么关系？若混入强毒或杂质，豆浆颜色、气味、凝结都会异常。大小姐，这碗豆花还能吃吗？现在是正午，查完没问题，可以加葱油。木香入营后，独留院货房半个时辰，清白章无人。阿玛认出班香军卒，他曾在方家盐铺出现。韩奎，把人带回来。是。人死在火药库外，没有口供和同党名册。这种矿泥只在废火药库附近，他死前去过。真盐在这儿，夹层也是在这里改的。验盐之前，你们喝过什么？有人送来紫色替身汤，说是参将赏的，喝完就晕。昏迷与毒粉都非盐所致，青白坊无罪，继续验收。40斤，重量无误，品质合格。此盐胜过方家军盐，第二批施工仍交青白坊。回去以后，我们谈谈你的祖传白盐。那40斤祖传白盐到底从哪儿来？祖传的说法确实不严谨。那严谨说法是什么？从方家官仓取的。人家不知道，那就不叫借，叫偷。办案取证。你究竟是谁？督察院巡盐案使，奉命查西南盐税和3年前仅供命案。所以你不是来应聘账房的？不是。那第一天的5个锅盔也是任务需要？确实饿。合作可以，前几日饭钱先记账。大小姐的意思是您不能白吃。明柔与方家嫡系定亲，婚期就在1月后。明柔怎会写这种话？她明知盐引关系沈家清白。这封信不对，纸里有东西。明柔并非自愿，方家正在搜查沈宅。妹妹争到的不是前程，是方家套在她和祖母脖子上的催命符。订单翻倍，漏洞也翻倍。从今天起，成品双人抽中，分区登记，每日抽检。都是乡亲，何必像防贼？制度不是怀疑好人，是防一个坏人拖死所有人。规矩防的是害大家的人。盐坊才赚钱，就立这么多规矩，你不信我们？你们的盐全是泥，吃的人腹痛。这不是我们出的盐，名字印章都一样，不是你们还能是谁？先救人，医药费我们出，再按购买量10倍赔偿。盐不是我们的，为什么要赔？因为他们信的是青白方，品牌赚钱时归我们，出事时也得认。假货流向明确，抓卖货的人，顺藤摸瓜。先不抓，把可疑批次全部召回。召回是什么？把所有可能有问题的货全收回来。全收回来，咱们要赔的更多。现在心疼钱，后面就要心疼命。盐津和方家东平码头的粗盐一样，和你也对得上。假盐在那里装袋？桐油只为被方家货仓，地点确定。我进仓查货，你留在外面接应。假盐是我的品牌，我必须亲眼看见证据。假盐印章编号都在这里。沈明柔的婚约只是第一步，婚约能逼沈家交出盐人，拿到沈燕州的盐人，才能找到赵相要的东西。赵相，方家背后果然有人。上面有人，抓住他！证据到手，先撤。
回去会被围住。走，去后墙。明知危险，为什么还回去？他是我的人，为了一个孩子往刀口上冲，你是真不知死活。规矩不是怀疑你们，方家能仿包装，却仿不出完整记录。我以为你不信任，原来你在替大家留证据。按规矩轮换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理解彼此。婚期10日，妍妍在我。他是在告诉我们，妍妍已经落到他手里。这不是投降信，是求救信。他只有10天。严隐敬佩也在10日内，错过，今年就再没有合法资格。去京城救人，就可能失去严隐，留下敬佩。沈明柔未必等不到。救妹妹还是夺严隐？方家把2把刀同时架在我面前。敬佩提前10日，正碰上明柔婚期，方家逼你2选1。你若留下敬佩，明柔怎么办？他冒险送来严隐消息，不是让我放弃严山。我先派人入京查沈斋和婚礼守卫。你救人，我夺严隐，两边都不能丢。第一关验颜，青白颜洁白匀净，方家颜辉煌杂质明显。青白颜色白无杂，入水清清，咸味纯净；方家颜辉煌含沙，入水浑浊，入口发苦。第一关青白仿胜，第二关核算同量盐的成本与售价。同量盐，青白方成本更低，售价也更低。卖的这么便宜，青白方必然亏损，除非偷拓盐税。运输费算了2遍，仓储损耗又夸大3倍，护卫费其实是私兵开支，方家故意把成本做高。3日内向10个乡镇足量送盐，先完成者取得新增盐眼。连一辆完整货车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启动私域流量。就是找以前帮过咱们、买过咱们东西的人。每送1程就能换取盐票分红，全县百姓本身就是一张乱网。他伤还没好，却亲自背盐渡河。截止前一刻，10枚印制全部送回。青白坊取得3成新增盐值。沈彦州然是戴罪之人，其女无资格承接官盐经营。我不是来投奔沈家的，此物我愿交给未来夫家方氏。逆女！如今也该还我一份前程。好，那就当众把账算清楚。盐引残缺，需核对原主印证和警测。这么晚送什么？新娘晨装要用，耽误了你担不起。你怎么才来？再晚我真嫁了。白天演的不错，他信了，爹也信了，还骂我逆女。事后让他向你道歉，他会吗？不会，先给你一点情绪价值。祖母被软禁，我只能答应婚约，进账房查盐引。我曾怕流放，以为流经就是前程，后来才懂，那只是精装修的牢笼。我也忽略了你的处境，这件事我有错。盐引只是诱饵，真正的证据在这里。烈盐高价卖军营，净盐藏入地下仓，再制造军务紧张，旧账以后再算，先对付共同的敌人。婚礼照常，你拖住他，我救祖母。我会让他以为一切仍在掌控中。婚礼开始，我查东平码头。吉时已到。你们答应过不伤祖母，交出盐日和运输图，否则他活不过今晚。我80岁了，还怕你们几个盐老种？老太婆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这婚谁爱结谁结！沈明柔，你敢耍我？还敢架刀打折你的腿！封后门拿账册。方鹤年带账册逃了，账册还是被他带走了。这条暗河没有终点。我见过这条线。官册只有12口井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第13井。第13井在哪？地下。黑井出事后，方家封死入口，还把他从官册抹掉。他不是逃命，是把账册送进第13井。阿满说，这是最低水位标记。入口平时淹没，每月最低潮才会露出。
明日就是本月唯一的最低水位。方鹤年必须在明日层前送入账册，我们也只有一次进入第13井的机会。3年前，前任县令查过此地，第2日便死于山匪。我若不装聋撞傻，活不到今日。方家称全县缺盐，可这里够吃数年。真晦气，赶紧拖走！3年前，你爹炼出了白盐，方家拿走了技术，参与的人一个都没留下。他们不是不会炼好盐，苦盐卖穷人，白盐送权贵，制造稀缺，分层定价。什么意思？有好东西，却故意不给人，这样才能卖得更贵。这群畜生！你的技术加上方家的盐路，天下盐力都能握在你我手中，何必帮一群连名字都不会写的穷人？因为我想赚钱。那更该与我合作。可我不想赚绝苏钱，也不想打倒方家后自己变成方家。鲁城山引爆废铝渠，制造混乱。我们救出景公，取得账册副本。阿满却为了救叔父，被方家抓住。方鹤年带着盐帐逃走，又开启地下水闸。追援帐，再晚就没了。先救人。援帐一旦丢失，账可以再找，人死了不能刷新。我们利用盐造烟道排水，从侧井带人逃出。伪造盐纸，煽动盐民，盗采官盐。本官奉密旨查案。裴大人的密旨3日前已经作废。青白坊今日举查封，盐票作废，所有参与者听审讯。这一次，方家没有砸锅，也没有造假盐，他们只用一张纸就让一切全部清零。盐票停止兑付，方家盐铺重新开门，盐价一夜涨了3成。最先支持我的人，最先承受损失。家中治病的钱全买了盐票。我没有辩解，收入多少，支出多少，我拿走多少，全部公开，底都给人看了，以后怎么做生意？现在不是保商业机密的时候，是保命。所有盐票债务由我个人承担，医院、配方和未来收利全部用于偿还。今后青白坊改为公共盐社，持票人不仅能分红，也能投票决定重大事项。这叫什么？共同治理，就是大家一起做主。那您还是老板吗？算发起人。能少干活吗？宋九娘第一个签下章程，他们并非全部相信我，只是没有别的退路。父亲拒绝见我，我烧掉部分账册，害他姐姐暴露。你们沈家害死了他。承认青白盐有毒，嫁给我为妾。方家替你父亲减罪，赔付部分本金。这是并购失败后的恶意收购。我说你想得美。沈老爷畏罪自尽了。这不是父亲，死亡是假的，遗言也是密码。裴妻同意先查清真相。这不是普通账目，是盐号编码，每批盐的井口、仓位、包装绳结，还有收货人，全藏在数字里。方家每一代私盐，本身就是账本。3日后，方家要转移30艘船。阿满说他们借边军军需之名运出盐山县。阿满说你父亲也被秘密压在其中。我们不抢账册了。那抢什么？你有兵有船吗？没有，我们抢30艘船。凭方家从未认真看过的人，方家以为百姓只是买盐的，他们从未想过，买盐的人组织起来也能掀桌子。大小姐，什么时候掀？消息沿街巷传开，阻拦军需者以谋反论处。不充官兵，
各做自己熟悉的事。方家船队刚入河道，便一艘接一艘被堵住。你这叫什么战法？群众力量。说人话，人多。沈之妹，撤掉河网，否则我先杀沈彦州。假酒船来自第13井，未报官客13000斤，已4船。实际收官人是赵相府。方家一边说天下缺盐，一边囤着够百姓吃几年的剑。放箭！3年前景公命案，巡案使亲自参与掩埋。开启侧闸，满载盐货的船就会搁浅。焚烧尾船，盐烧不掉，可包装、绳结和舱牌会毁。证据不能只掌握在一个官员手里，要让所有人都看见。张姐，高浓度铝水混着山洪，直冲县城。追不追巡案使？先救城，坏人可以下次再抓，百姓不能下次再活。就地裂口越来越大，再不分洪，全城水井和农田都会被污染。3层分洪：第一，开启废弃驴池，承接第一波水；第二，拆仓墙加固旧堤；第三，打开第13井，分走洪峰。拆仓墙，里面是全部盐货。我知道。青白坊会没的，再见。坊没了能重建，人没了就真没了。沈景恒计算水位和人手，我用盐、糖和温水给脱力的人配补液。这又是什么？古代版运动饮料。运动是什么？现在这种拼命干活，那为何不叫干活水？行，从今天起就叫干活水。让我留在井里卡住齿轮。不行，你会死在里面。旧图上还有备用锁槽。沈珠山、阿满、鲁成山终于被拖了出来。沈之卫。县城保住了，所有白盐都化进了洪水。穿越以来第一次，我连一句玩笑都想不出来。心疼？后悔？有一点，但再来一次还是会拆。皇帝新密旨，我恢复钦差身份，私盐案全部押京会诊。他们没有私刑。巡案使带着赵相密函逃往京城，那便进京，交给盐社。这一次，我身后是整座盐丰县。进京前，我准备了3袋盐，方家卖给百姓的掺沙苦盐，方家供应权贵的细白盐，百姓从泥中重新收集晒出的清白盐。为何不带账册代盐？账册可以说是假的，味道骗不了人。裴七为替姐姐报仇，伪造证据，沈家煽动盐民抢劫军需，30艘盐船本要送往边关，沈之卫阻拦运输，险些误国。臣女请求当点验盐。两者均出自盐山县，成本相差多少？是不到1成。售价呢？相差10倍。盐引编码与30艘船舱牌逐一对应。沈景恒负责核算。这些盐确实出自第13井，边军从未收到这批精盐。官印与第13井木牌吻合。3年前景公命案，巡案使亲自参与掩埋。方家调换军盐，士兵长期食用后中毒，人证全被沈家收买，物证也可伪造。方家京城账本在此。方家拿刀架在我这80岁老太婆脖子上，逼我交盐日。你若还说是假的，把脖子伸过来，老身也架一次给你看。
边关800里急报，保登军盐保存更久，损耗更低。方家军盐掺沙受潮，造成巨额军费损耗。方家不是保护军需，是在吸军队的血。拿下赵相、毕巡按使和方氏父子，交给无知盐民，天下盐路必乱。方家倒下后，盐权可交由沈家。臣女不敢。为何？今日若把所有盐井给沈家，100年后也可能再出一个方家。官府收税，仅供持分，百姓监督盐价与品质。任何一家不得同时垄断盐井、盐造和运输。你想要什么封赏？3件事。为17名警工证明准盐社合法经营，未来3年新增盐税，用于修堤、学堂和医馆。沈之尉，我想娶你。先结账。求亲也要先算账。夫妻更应该回盐山县慢慢算。半年后，我回到盐山县，青白坊没有照原样重建，富人也能凭劳动持有盐社份额，盐票有编号，有公开账目，人人可查。碑上不再写毒水亡魂，而是白盐先行者。方家倒下后，其他盐商开始压价、封路。我们不只卖原盐，当年的百姓路线变成了真正商路，技术公开，流程共享，统一验货。大小姐，这叫什么？开放平台。就是大家一起做？对。那您赚的不是少了吗？是少了。您不心疼？心疼。那为何还做？一家赚的最多，不一定活得最久。大家都有钱赚，路才不会被一把火烧。宋九娘被推选为第1任掌柜，沈明柔再也没有回京寻找所谓的高门前程。我们仍会吵架，吵完照样一起吃饭。父亲留在西南整顿盐政，母亲管着盐社食堂和女工宿舍。祖母嘴上嫌荒凉，却天天守着学堂。裴妻恢复本名裴兆川，查贪官也照样搬货。求亲材料准备得很完整，能通过吗？还有3个附加条件：婚后各有事业，家务轮流。我试吃新品时，谁也不许抢第1口。前2个可以，第3个要商量。第1批盐社盐船也在今日起航，咸味清冽，几乎和实验室标准样品一样。终于满意了。盐够白了，人间也该清白一点。边军需要耐存军粮，新商港也要开放。大小姐，咱们又要创业啦？不是，是业务扩张，就是还要继续折腾。我终于实现了调味教自由，盐山县的故事结束，我的事业才刚开始。